各位好，欢迎来到一度频道。思维角度的一度之差，也可以造就人生的大改变。Elon Musk 想必大家都不陌生吧？今年年初的一封新闻惊艳了大家。Elon Musk 的资产净值到达1950亿美元，登上了当时全球第一富豪宝座，当时已经超越比尔盖茨以及亚马逊的创办人 Jeff Bezos。虽然现在全球首富的位置已经被 Jeff Bezos 取代，但还是让人对这位想要改变地球的男人 Elon Musk 感到好奇。而今天我们不聊 Elon Musk， 而是聊聊关于他的妈妈 May Musk。May Musk 被采访时曾谦虚地说过，他是因为他孩子而变得有名，但其实完全不然。May Musk 本身就是一个非常有魅力的人，今年73岁，而在 IG 的 hashtag 常常都是 It's great to be 73。可以想象一个73岁的婆婆还可以如此优雅和有趣，背后是需要多大的智力，而这些答案都被记载在她的书中 A Woman Makes a Plan， 女人的计划。May Musk 是一名模特，也是一名营养师，一共有3个小孩，大儿子 Elon， 二儿子 Kimball， 小女儿 Tosca。我把书中内容分为2大精神来述说，第一个就是冒险精神。May Musk 在1978年出生于加拿大，家里有5个小孩，其中2位是双胞胎，而 May 就是那位双胞胎妹妹。爸爸是位脊椎理疗师，妈妈是跳舞老师，也有自己的舞蹈学院。关于他们家的冒险精神，很大的影响都源于 May 的父母。有一次 May 的爸爸在路旁看到有辆小型飞机正在出售，一眼就非常喜欢，但由于身上没有那么多现钱，便索性把车子和飞机交换。当时爸爸44岁，从此带着家人到处飞，曾经从南非飞到欧洲，甚至是澳洲。这对 May 的父母来说算是很平常的事，但是对当时的人来说其实并不平常。要知道当时还没有 GPS 和广播，驾驶飞机全程都必须用纸地图和指南针。每当到达城市后，爸爸都会把飞机降低到一个安全的高度，然后找寻适合的地方停顿飞机。May 后来从报章上发现，他第一次乘坐飞机时才仅3个月大，当时的报章称他和姐姐为 The Flying Twins， 飞行的双胞胎。大概到了1950年，经济萧条的关系外，当时有很多传教士都与 May 的父母分享南非有多漂亮，他们也断然决定离开加拿大，全家人移民到南非。那当时大家本来是考虑到 Johannesburg 这城市，主要原因是英文在当地比较广用。但当他们途中路过 Pretoria 这座城市时，当时恰好是开花季节，整个城市都被蓝花荫包围着，非常漂亮。May 爸爸当时说他从来就没看过这么漂亮的地方，即刻就决定 This is where we will stay。关于冒险精神，还有一个他们家特别有趣的是，他们家每年7月，也就是南非冬季时，全家人都会到沙漠寻找 The Lost City of the Kalahari， 而这一切都源于他爸爸看过了一本关于失落之城的书。他爸爸一直就很想要跟随作者的步迹，而 May 的妈妈却心疼爸爸一人探索。就这样，每年冬季假期，全家人都在沙漠里过，每个孩子都非常独立，甚至在旅程中大家都有自己的岗位，例如双胞胎姐妹负责收集木材，哥哥负责起火，妈妈负责配搭面粉和水在大锅内，准备烹烤出新鲜的面包。爸爸也获取当地批准，每个星期可以猎杀1只动物为食物。旅程中也负责路线和飞机车子的运作。当然，在沙漠是免不了不同的动物，像是 May 有一次在河边发现自己脚下的石头竟然会移动，才发现原来那是一只鳄鱼。还有一个晚上，即使他们野营的地方已经生了火，狮子竟然在他们睡觉时接近他们。他爸爸马上向空中开了几枪，并马上驾车赶走狮子。May 说，虽然沙漠野营并不安全，但他的父母都会提前考虑各种危险因素，而相应的做出措施。妈妈会准备3个星期的生活物资，爸爸会准备不同的工具，像是铲子解救车子陷入沙堆的情况，像是烧焊工具解救车子裂开的情况。爸爸也会与当地政府在沙漠的骆驼巡逻队打声招呼，跟他们说具体的路线，3个星期会路过哪里，最终会到达哪个地点。如果3个星期后都没在目的地出现的话，就拜托巡逻队出发寻找他们。事实上 May 也说了，在沙漠生活3个星期本来就不是件简单的事，确实有很多不如意的事情发生，但他们并不恐慌，解决了问题便再继续前行。这也不在说着我们的日常生活吗？今天主要与大家分享关于书中不畏艰险探索的精神。下个影片我再跟大家分享一些我在书中最喜欢的几个小故事。谢谢大家的观看，拜拜。